又到了周日房地产闲聊的时间哦，闲聊啦，不一定讲房地产哦，那个整天都在房地产也是会累哦。好，那就闲聊讲讲，就跟你分享我在生活中我看到什么有的没的东西这样。哦，那第一个主题是我们来讲讲 AI 哦 ，AI 这个人工智慧的发展对目前台湾房地产的影响哦，台湾房地产的影响。那会去看 AI 是因为这跟我的本业有关哦。我本业有关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电商的系统商嘛哦，电商系统商哦 ，Cyberbiz 啊哦，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就是上那个。那我们电商世界哦，跟 AI 走得很近，非常的近哦。那我也都会操作这样，为什么？因为电商它基本上全部都怎样活在网络上，对不对？它是虚拟的，你就这样理解就好，虚拟的。可是啊。AI 这种东西啊，它目前对真实世界，就是我们这种生活中的真实物理世界，它的干预还很低，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 AI 好像都网络上的事？所以就变成说，电商、电子生活，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拥抱新科技的一个领域。反正有出什么新的科技，我们都要去试，哦，都必须要去试出一个结果。只要有助于销售，我们都把它试出来。试出来之后，要跟那个客户讲。好，为什么？因为客户会问啊，那个电商的客户哦，他们也都很积极的积极投资，就是有出什么新的网络工具，那就会来问我们说，这个好不好用？这个效果怎么样啊？我怎么知道？不是我开发的哦。那变成说，我们都会去试哦。我以前花这种钱花很多，就是很多网络工具都是月费制哦，都收美金不然就欧元的，然后月费也不便宜哦，什么79块啊哦。那我为了要回答客户，我真的都刷自己的信用卡去试就对了哦，试了前后应该超过70-80种网络工具一定有，那都电商要用的工具型的东西就对了。好，然后啊，这次的 AI 浪潮一席卷我个人感觉差别非常的大，非常的巨大。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有一搭没一搭的那现在所有的网络工具全部都往 AI 靠拢全部，连以前在做什么热点侦测，就是说。你一支商品页面你的首页好了，我们讲首页这样滑下来那个使用者的游标啊滑鼠停在哪边他看了比较久，它会有热点分布图那如果是手机的话，它在点击哪里热点分布图。如果你的主打没有出现热点，你按就是位置摆错，然后可以这样去做调整等等有没的。好，那像这种工具现在全部都 AI 化，它来帮你预测说你怎么摆会比较好，然后使用这种工具的人会有一个蛮热点排行榜，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照抄人家比较容易触发购物转换的布局就对了。好，现在全部都向 AI 靠拢，全部电商的工具全部我讲到电子商务，我讲到 AI， 请问你觉得哪一项技术会先被落地？只要你做过你卖过虾皮你就知道那你心里一定有一个预期中的答案，叫做。第一优先应该叫做客服，对不对？客服好，那客服这个东西不深入探讨。我要表达的是，这也是虚拟的，对不对？它就是活在网络上它不需要跟真实世界发生接触。那反观我们要出货的物流仓库物流的货车，那个跟 AI 好像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关系其实真的很快 ，AI 的发展真的很快，就是从2023年3月15号的 OpenAI 发布了 GPT 3.5 开始。就正式点燃跟引爆这整个 AI 的浪潮，它以前就有了，可是早期的 AI 不怎么样嘛，就是拿来打那个星海然后超级强这样那个人类选手都玩不过它就是特化用的 AI， 然后 OpenAI 一直要发展是 AGI， 就是通用的，它什么都是专家就对了。然后 3.5， 然后这边先暂停一下你看人类的欲望真的是。我们讲人类的欲望好像很负面一样，好像要么就肉欲性欲这种都很负面，感觉负面表述的东西其实没有。从 3.5 开始到现在，今天我录这支的时间是10月底，到现在也不过大概18个月嘛1年半而已。我们现在是不是觉得 AI 又还好了？我们期望它走得更前面，我们期待它能帮我们做更多的事情，这就是欲望的表现这没办法赤裸裸的描述什么欲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人类欲望的表现。我们好还要更好那
就开始嫌弃以前的 3.5 了哦。好，那这边我不过多赘述，总之啊，客服的落地一直以来都有问题啊，绝对都有问题的。每个人都想用 AI 去做客服，而没有哪一个东西搞得定哦。那现在出的这个新的模型叫 O1 哦 ，O1 你可以打断它，你可以干嘛哦？然后它响应的时间很短，就是你跟它对话，你可以插它嘴就对了哦。那这个东西哈，可以让客服产业就往前推进一大步哦。那让真人客服哦来做一些更难解的事情哦，普通的事情哦，或安抚情绪或什么，那个给 AI 做，其实就做得到了。好，那依然还是活在云端上。AI 啊，对我们线下，尤其是房地产哦，台湾的房地产，因为我就看房地产嘛，目前有什么帮助？我跟你说，帮助是零，目前为止是零。哦，如果有，也是几个创业团队在那边用哦，它没有大规模的渗透到我们台湾房地产的市场里面去，并没有。很多人会用 AI 来做什么价格预测，什么有没的，把房地产的走势弄得跟股票一样，什么有没的。好，那边有 AI 的用武之地，但是一样，那是活在网络上的，那是虚拟的东西。哦，那我们真实物理世界哦。没办法哦，那像我最近在整理一间叫出租的房子哦，那油漆我搞，现在 AI 没办法帮我油漆啊，对不对？我手机打开那个 ChatGPT 这个程式，然后我开了 O1 这个模型，然后就把它对着地上的油漆，然后说你帮我把它漆一漆，干他做不到啊哦，所以接下来的浪潮势必就是往这边前进哦。这不是什么预测，这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这都不用一个未来人哦，或是有一个谁来托梦啊，那想也知道了。你 AI 像网络上的东西很厉害，那真实物理世界怎么好像就帮不上忙哦？接下来就往这边前进。讲到这边呢，它要跟实体世界哦做出互动的媒介是什么？哦 ，robot 机器人哦，机器人哦，它不一定是人的形象哦，比方说 Tesla 的那个 FSD 哦。自动驾驶的辅助驾驶的最顶级的那个技术就是自动驾驶啦，但是它取名上还是要叫做辅助驾驶哦。好，那个法规，那它长那台车的样子啊，对，它也是 robot， 它也是机器人啊，哦，就这样。然后 Tesla 的发布会，我们大家都有看了哈，业内大概都会关注啦，就推出了 Robot Taxi 嘛，哦，那个双门的，它也是机器人，对，然后还推出了那个台湾的念法就变成 Rubber Van， 然后他们的念法很奇怪哦，就是那个20人中巴就对了哦，那长得蛮屌的哦，20人中巴，他们好像叫什么 Reborn 哦还是什么的，念法有点奇怪。好，那等它落地，好，机器人就长那样哦，它不一定要长人的形状。那当然啊，那个 Tesla 发布会上也有出现了 Optimus， 就是擎天柱机器，那个为什么叫擎天柱？有难听。哦 ，Optimus 这个 Tesla 的机器人，在那边跳舞哦，在那边你要拍照，它会比耶哦，然后那你指什么东西，你要什么，它会帮你倒西瓜汁，我不知道为什么要 demo 要放那个它挤一个西瓜汁给你喝，哦，机器人它才是人的样子，哦，所以 Robot 这种东西啊，它不一定长出人的样子，它当然有人的样子哦，那像它长出车的样子。他能够把车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你人行要怎么做车的事情，他背着你跑，你还嫌他不舒服，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要跟真实世界物理发生各种作用了，我想应该就是那个 Optimus 了哦，再加上机器人哦，这边就自成一格，为什么？因为它是人哦，人形的，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物理世界方方面面。他帮你搬东西，他帮你煮饭，他帮你干嘛？然后现在的机器人有一个我个人认为很不错的开发方向，叫做老人照护。老人照护，因为护工很贵，在国外超级贵，他要有专业知识，然后他的工时其实超级长的，非常的昂贵，所以他们会先开发这个方向，叫老人照护。我已经有看到 demo 了，蛮屌的。机器人怎么样？他是蹲下来，然后帮老人穿袜子。穿袜子这件事情，他真的要把地上袜子那边摊开来，然后那边弄上去呢，对吧？然后那边炒鸡蛋，炒完之后调料还放到柜子里面，这种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看说它还不全面那应该都预录写好的程式怎么样拍 demo 影片用的，也很多黑料嘛，什么其实是真人远端操控，就是那个人在那边，然后有一个人他拿全套的
机器，就机械手臂，它这样晃，那个机器人的手臂跟着动，它这边远端操控它，为了要拿投资要高，这黑料很多了，但是这势必就是一个 AI 巨头们全速狂奔的方向。AI 机器人要先融入家里的生活。目前呢，主要有这几大阵营。我说的是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第一个就 Tesla 投资的 Optimus 擎天柱机器人第二个的话叫 Figure 的话就是它也是人形机器人它怎么样？它蛮屌的，它是 OpenAI 投资的，所以等于它用的是现在世界上最强的模型Figure。那 Figure 它没有带来太多令人惊艳的表现目前至少那个 Optimus Elon 他就很会搞这个嘛，他那边那个机器人还跟你一起开派对，跟你一起摇，在那边摇，手举起来那边摇然后就有很多镁光灯的镜头。然后还有一股势力不容小觑是中国中国的宇树科技前期都在抄那现在的话，中国宇树科技的机器人表现没有比较差OK， 这些机器人开始渗透到方方面面，然后统一先发展的方向是护工家庭照护护工护理人员用我们台湾话讲应该叫看护看护照顾老人生活的。那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台湾请看护也是很贵，对不对？你请台籍看护很贵呢一个月下来要7万呢那个看护也不轻松，因为他没办法获得好好的休息，就老人睡觉他要睡旁边，然后他们咳他就立刻就要起来，那个真的是精神耗弱有顾过病人就会知道，真的是但机器人没差，对不对？你咳他就起来然后他就帮你干嘛换尿布或者干嘛，然后你要支付他的是什么电费所以我是很期待这个机器人走向这个阶段，走进家家户户，叫做机器人看护，这个就是真实去解放我们家庭的生产力不然你看家里有老人卧床的，你看要怎么处理嘛？你请看护，然后夫妻去赚钱上班，你很会赚一个月要付6万7万台籍看护你付那个印尼的比较便宜，可是你又怕他欺负老人家或者是什么有没的嘛语言又不通有没的。对，那如果机器人能够负担起这个任务，那不是很好吗？非常的好这个他的钱都可以存下来继续投资资产或是干嘛，或是甚至用投资资产的钱来支付这个机器人的款项然后把家里的老人照顾好，然后机器人做护工没有情绪，对不对？你就骂他没差你就骂他然后就他也不会怎样，他要安抚你像老人失智的老人不是常常在跳针那我看过现场，真的很恐怖，非常恐怖我怎么讲到这个题外话先讲一下，先暂停，我先讲一下，我不知道他失智就是住在病房，然后病房就他门都不关了就对面真的是对面病房门都不关了，一个失智的老人，然后男的他已经气走很多位看护了，我听那个护理站讲的气走很多看护，然后那个护理因为我们年轻人好沟通比较文明嘛，所以那个护理师不好意思证明一下，护理师进来了会跟我们年轻人就自己差不多年纪会闲聊嘛，一些抱怨或者是什么，他说对面是实质已经气走好几位护工，他们很讨厌去弄，因为那个老人很欢真的是一直叫那个叫是很令人精神衰弱的叫，我学一下学给你看他就躺在床上，然后他就这样干不停的一直叫，你听着你心不会慌吗？又不关门，我就把我的门关起来，还是听得到，我就去外面把他的门关起来一关他叫得更大声，他就是不要关门，他就是要这样叫，然后有人要来看他就这样就没有看护嘛，然后家人也不是在旁边嘛，然后又护理师就是给他叫，不然你能怎么办你去照顾他，你事情做不完真的是做不完，他就要这样一直叫，然后我把可以堵拦我就直接去骂人家，我哪知道我真的就骂他说门关起来啦，你给我杀啦然后我就关掉。当然啦这个对病患要有同理心是病患家属嘛，我没差对不对？然后
啊，我已经被叫了精神衰弱哦，我现在就走进去骂他，好，然后又点点，然后在我面前那样躺在床上这样瞪着我，然后开始这样好，敢无言啊，然后我就出来，后来怎么样？后来失智原来是这样我想要失智就是一直这样，不是，他会有清醒的时候，有点夸张，有点恐怖，判若两人啊，好像被附身还是怎么样。后来又有一个新的护工来，然后推着那个轮椅，推他出来，轮椅。我想说啊，我出去嘛，然后又遇到他在门口，他停下来呢，他骂我呢，那时候神志非常的清醒，他就说：“我这世人，没人安尼骂过啊。”就这样他手没有举起来，就瞪着我这样骂，骂完就照，然后就后面的就推他的那个，反正就这样，我吓一跳，护理师来，我怎么了？他说他时好时坏，原来失智会这样，时好时坏，我后来在想说那一句话，他哇机器人没有被人家这样子骂过，原来是这样那难怪我那天冲进去骂他，他很不爽，我长这样子，夸起来难怪他很不高兴。好啦，总之好，我们扯回来。好，你看气走好几位看护，家里有钱呢，不是没有钱呢，帮他请看护。你多少家庭是因为有一个长照就濒临破碎了，因为有一个人就要请长假要干嘛，工作都要不保。家里也是可以帮他请看护，还可以帮他气走好几位。那如果接下来是机器人来照顾不就好了？我跟你讲，这想象大开啦，各种应用都会跑出来啊。那我还是认为机器人这件事情，先走进家庭照护看护这件事情，对人类社会绝对是有莫大的注意真的是有莫大的注意。它可以解放年轻人的生产力机器人这件事情。接下来就是看 Optimus、Figure 跟那个宇树科技这三大巨头，目前没有看到有谁比较猛的如果有，那也是特定用途，比方说机器狗、军事用的无人机大疆，特定用途。以人形机器人又要通用，它又要会煮饭，又要煎鸡蛋，又要干嘛目前没有看到比这三家还猛的，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可是你看他们有讲到房地产吗？没有，连国外人工那么贵的地方，他们都没讲到房地产。我想得到机器人先应用在房地产的地方，我想得到的就是建筑缺工建筑缺工的时候，去用机器人大军去替代。这个当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也不长。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去年3月15号才让去，你看今年来过18个月，机器人就已经会跑会跳了，我给你拍照比耶了，对不对？很快呢，真的很快呢。所以我们在等，要久不会多久。你做建筑，你搬砖，你干嘛？你这总是比老人照护还要简单很多的嘛。砖头不怕摔，你就去摔就这样。然后老人不能摔一摔会变磨砂，对不对？所以搬砖然后建筑应该国外我们会率先看到启用机器人去做协助营造之类的事情。其实他只要帮忙先搬重物就可以帮很大的忙了。然后再来是危险的机工具，危险机工具的施工，比方说搭鹰架或是干嘛，反正就是人类去操作有生命危险的以后都是机器人来了。对机器人摔就摔嘛，没有关系嘛它从高空下摔下来，烂掉然后另一个就顶上去了就这样。然后经此一摔，它整个模型摔，因为它所有机器人联网是共享的，你知道，有一架阵亡了，它立刻会共享出那个信息。这个就是机器人在进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它不是线性的，它是指数性的，就它会越来越强直到比绝大部分的人类都强那在房地产的应用，应该就是缺工缺料的部分会先用机器人顶上，然后逐渐成熟，开始就直接向外出口这个机器人然后可以直接就灌那个什么建筑功能模组。我们现在用 ChatGPT 不是打开你要选模型了，以后买机器人也是或者挑模型挑一个建筑专用模型然后他就盖房子搬砖超厉害之类有没的。那目前我想到的是这样，而且我认为这个脚步应该很快，应该在未来2年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应用了，一定必须要这么快。为什么？缺工缺料那个会抢走人家的工作机会这件事情再说缺工缺料真的很严重我说国外会率先应用，然后在台湾不然我们台湾都要开放10万印尼外劳都要进来了
对啊，那机器人的脚步应该比这些节奏还要快哦，就会先进来。刚刚进来的可能不是人啊，他可能是一个专门搬重物听得懂人话的东西就可以了。就砖头哦，从1楼搬到5楼，就这样。然后他就那边自己搬，他会爬楼梯哦，然后搬啊，这样对我们人类来说帮助就已经很巨大了哦。你知道点工吗？哦，点工就是说，现在建筑在缺工在缺料哦，你只要好手好脚听得懂人话哦，那他就会用你哦。用你要干嘛？你也没专业技术啊哦，抹壁啊，或者是什么你都没要哦，他叫你收垃圾，这个清一清扫一扫哦，点工哦，就这样，一天连高雄都有1900，就这样啊。年轻人们都找不到工作，那是他不去做哦，缺工缺成这样哦。那你专业技术工又更贵了。我们高雄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建筑工人有没有几乎都在台积电厂区，几乎哦。你剩下你市场中还请得到的，就是大概都在做居家的啦哦。那如果你是一些专业工种哦，几乎都被调去台积电了，因为台积电给的钱实在太多了。台积电在付你那个更贵的人工钱哦，它没有差，因为对它的资本支出来讲哦，上升不了0.5%个百分点哦。高雄目前是长这个样子哦，台积电如果有建筑工人可以使用，它要不要用？它一定要用。为什么？环保、节能、减碳，跟你这样子叫人家做，人家工人出现意外，那赔偿起来不是很麻烦吗？如果机器人就报废嘛，然后看那个保险怎么走嘛，哦，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目前我短期之内我想得到机器人对房地产会造成的影响。至于 AI 技术活在网络上目前对房地产我没有看到什么影响呢，反而现在是我们积极去影响那些机器人比方说第7波信用管制、金融海啸我们毛起来狂问 ChatGPT， 然后看他有什么看法他多了很多语料资料去训练什么有一个叫做第7波信用管制多安诺就这样，是我们一起去问他，然后请他预测第8波的内容，很夸张，你想玩你可以去玩乱讲，对啊，你听他了，就觉得世界要毁灭。可是你隔天重开一个新的分，你再问他一次。答案又不一样然后有时候又很有道理，有时候很没道理目前还是这样。AI 对台湾房地产影响还好真的没有我更期待的是机器人真的是渗透到台湾房地产的方方面面营造的这边，以后爬音架不要再叫工人爬了，最好是有一个模组它怎么样？它超会处理漏水壁癌，对不对？有这个就好了，对啊，就叫机器人去做。那我们人类就被解放出来。你说什么工作不工作的再说啦，因为这些东西它毕竟怎么样？它毕竟危险嘛，没有人想要玩命毕竟是危险比方说冷气安装，冷气安装要高空作业的东西，因为机器人去嘛，对不对？讲扯这么远总之就是。AI 目前对台湾房地产几乎叫做没有影响有的话都是那个我们在闹那个O1这个模型在那边冷消位而已第7波金融海啸前6波资料给他，然后问他第7波他什么看法问完他看法，问他第8波然后我还没乱问，请问第18波信用管制问，根本没看他怎么打嘛，也是在唬我就这样。好，那接下来就看机器人你真的是可以特别去关注你在看 YouTube 你等一下你就打那个 Tesla 机器人或 OpenAI 机器人，我这样念是因为你比较好找不然的话你就打 Optimus 然后跟那个 Figure 跟语数科技你就可以看到我靠妈的，现在机器人是怎样这有点变态啊！当然现在能做的事情怎么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有那个。就是机器人会变强的学习一直学习。德国的 B&W 已经有 Figure 投入生产线作业，我猜现在叫他做小事情而已，搬东西捡东西而已已经投入生产工厂的生产线作业了机器人这个潮流起来，这是抵挡不了的就政府都会被逼着要去立相关的法因为全部社会通通都要用。台湾目前还没看到，我们台湾也无所谓说那个机器人嘛，机器人的产业产官学界都没有，因为厉害的都在美国，对不对国内强的人现在都在美国，我们好像在帮美国培养人才一样。
好，这个就是目前持续关注这个 AI 跟机器人对台湾房地产影响。如果有的话，你放心，我一定会先用的因为我们有电商这个产业的训练，我们在熟悉新的科技新的技术很快尤其是纯线上的技术，我们很快。我举个例子，591出租，你自己租过房子对不对？好，591出租它让你放15张照片你可以放影片15张照片，好就放吧。大家怎么拍？乱拍！你去看那些老房东怎么拍，乱拍糊糊的，什么什么有没的。我们电商本来就有所谓的商品摄影跟那个商业摄影就是要拍空间，要拍人家发廊或什么，所以那些技术我不敢说我很厉害我们大概还知道一点美感嘛，对不对？我们就拍，不是说用专业相机，我用 iPhone 拍而已那我们大概知道构图怎么弄能够让空间感不失真的状况之下尽量呈现它的大。好，弄完以后到电脑上，我们还修图嘞。我们怎么修图 ？AI 调色，对啊，我们要骗人而是说，我们在拍看起来这么惨白，AI 调色，调完然后之后出租的文案怎么写 ？AI 处理啊，对啊，所以我的房子点阅率又很高但是出租的效率不高，因为我租金都会拉得很高，我们有整理嘛，我们都会就是要租高就对了。那我目前应用在这个地方就用那个 ChatGPT 现在就做得到。我之前的房子就是这样子租的，那个出租文案不是我写的，是那个机器人写的，什么什么给你一个安心舒适的家，什么什么有没了。好，就这样，不会有人写这个东西我们就会嘛，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得很。我们电商本来就是这样，在拼那个点阅率CTR 所以我们标题要很狗血，要很勾人，要怎样，我们应用到那个房地产出租上是有优势的。目前除了我们这种外面转进来，你本来都做房地产的，应该都不会应该都不会。我会看现在，你现在手机里也没装 ChatGPT， 你即使知道它很厉害，你也不知道它可以做这些事情。然后即使你有装，你也没付费你也只能用有限次数的O1模型 O1 Preview好，那就是 AI， 这是浪潮那未来它会对房地产造成什么影响，我不知道。可是有一个现象已经对房地产造成蛮深远的影响，这东西叫做跟 AI 无关这东西叫做远端工作、远距工作work from home 就疫情时候的产物嘛。同仁们就发现哇，太爽了，这个回不去了所以现在的那个104上如果你的这个职缺可以提供 work from home 的话，会对招募是非常加分的，甚至有一堆求职者现在只愿意找 work from home 的公司就是这样。work from home 我为什么说对房地产会造成冲击？商办对不对？你内湖科学园区商办，你价钱不好守了，为什么？因为以前是大家上班朝9晚5，你就给我出现就对了所以办公室空间在公司在成长要扩编要干嘛？现在不用现在一堆岗位都 work from home， 真的是一堆那就变成说好像办公室好冷清我们也不用住那么大嘛，对不对？好，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发生了所以台北市市中心你那种顶尖产品，比方说101的办公室，比方说微风南山的办公室，那当然还是很厉害。不过其他的一些比较没那么精华的地区的商办，价格都没有什么成长，因为 work from home 的浪潮真的是起来了真的是这样。这就是对台湾房地产的影响。work from home 反而会加高大家对居住住所的要求。就以前租房子呢发现 work from home 也不错，然后可以买就买了目前在国内房地产界还没有人正式去探讨这个东西，我未看先猜马上会有相关研究的论文跑出来。你要查那个国内的论文，你也可以用 ChatGPT 查，你知道，然后查出来是论文嘛那你可以请他讲白话讲白话给我这个真的是可以查那个国内的论文然后我叫他白话讲给我。台湾房地产也有非常多的硕士跟博士在那边水论文你们乱想一个题目那边写嘛对，那我也看了很多有料的论文跟没料的论文那个没料真的是哇，这样也能毕业那我要去念那有料的论文是我们没有想过这个角度，然后他居然生得出数据去佐证他的猜测。work from home 对商办价格的影响，这个东西已经有人讨论了但它还没形成一个长期的趋势我们静观其变。至少它对住宅市场没有什么震荡有都商办谁去做商办？真的是公司企业法人那个事务所宅先不要拿出来讲那个本来就是要去闪
闪贷款政策的哦，那个先不提。哦 ，AI 对房地产的影响哦，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事情哦。那我会持续关注，就这样啊。如果有什么新的科技，我会想办法去用哦。只要我花得起哦，那我会想办法先去试用看看。好了，再来讲点奇葩轻松的那个东西哈，就是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哦，我要特别讲一下，我把那个标题念给你听。哦，叫网红弄丢3000通告费，仅要求背钞票编号才能领回。你记不记得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网红啊，然后他就去拍片，然后在高雄在高雄3000块，人家装信封给他，然后他说他骑车回去的路上信封掉了以后啊，他去派出所问，确实有人捡到，那他就说要去领回，结果新闻上写说，远景却要求他提供钞票流水编号，让他相当错愕。这是刁难，对不对？你钱掉了，然后到警察都已经到警察局了，然后那个警察说啊，你要怎么证明这个钱是你的？来，你背那个钞票流水编号给我。我靠，他妈谁会报这东西啊？谁会背这东西啊？除非他领钱的当下，他一张一张拿出来拍照，不然他真的。来，我现在问你，你那个皮夹里的钞票1000元钞，左边数来第2张，它流水编号是多少啊？你不知道，你怎么证明那是你的，对不对？就回到这个回圈里面去，然后这个网络上就发酵。当然，现在这风头已经过了他叫 Sunny SUNNY Sunny， 就说当下真的傻眼然后这有没的，然后他还打电话去交通局问承办人员，因为是接他们的业配还是什么问那个承办人员有没有办法提供钞票流水编号？因为警察叫他提供，他也只能向上游问。那谁有办法？这即使是公款也不会有一个栏位在那边记什么钞票流水编，不会有嘛？那最后还是交通局承办的人员跟远景沟通以后，才让 Sunny 将钱领回。其他的新闻还有提到说有一些细节，他说你那个有折痕啊，要几折啊？那个折痕跟现在出现在派出所的折痕不一样，因为有可能是捡到的人，他为了方便嘛，还有没有再折一折，塞在口袋再拿去派出所。OK， 这是在鼓山分局。我先说，你们不要去延上人家就是鼓山分局好，那这个在网络上发酵成这样，你看台湾警察就是烂他妈的刁难什么都没的这些都喷出来那我跟你讲，其实不是真相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真的不是他有意刁难。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新闻？就是说沟通这件事情你沟通这件事情，你要讲好，你要讲清楚。后来也有乡民来提这个东西，就是说远景为什么要你背钞票流水编号？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就有人钱掉了，然后远景看金额都好，就让他拿走。后来有一个自称失主的人出现，他去告那个人侵占。结果那个失主自称是失主，他真的有那个流水编号跟钱的照片，那所以怎么办？所以就必须要成立啦，因为人家合法对不对？那捡回来钱呢？奇怪，这是什么局是不是？就有发生过这个案例，所以导致这个情况。不然你说警察哪来的创意？他会说你要背出那个流水编号，我才要给你。刁难我想要刁难人家，也不会有这种创意嘛。就因为有发生过这种东西，这种案件，所以现在警察们就学乖了。警察他们自己的赖群也会常常分享一些有的没的，我有看过，因为有同学然后他们教一些有的没的老前辈会教然后那菜鸟就还有这种事把它学起来对，所以警察要求有没有合理？很合理。那警察是为什么？他在保护他。你有没有办法背出流水编号？如果你有，我现在立刻让你拿回去，而且下一个来自称失主了，他妈的，我帮你想办法把他逮住，或是怎么样？可是现在就不是嘛，现在传出来就变成说，你看沟通没有沟通清楚，就这样。我现在表演一次给你看假设我是那个鼓山分局的承办员警，其实谁做那天值班，那不是蛮衰的吗？那我表演看，如果那天我是承办的员警的话，我会这样讲说：桑妮小姐，好，没关系那你说3000块，好，那我先告诉你我先打个预防针我要你提供
这3张钞票各自的钞票流水编好，你先不要骂哦，来我解释给你听。因为啊，我们以前啊有发生过，就是因为背不出来，然后后来会被告侵占。我们出于这个考量，所以我们想要请你提供。好，这并不是在刁难你，而是保护你的一种措施。那你有没有办法提供？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你可不可以向你的那个承办的单位去问问，说不定他们有记录。你只要解释到这边，人家就会恍然大悟，说哦，还有这种事哦，现在诈骗集团太夸张了吧？哦，他跟你就是一国的，这个就是沟通，无所谓艺术，你把话讲清楚就好。今天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有可能是？当然我不是现场人员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有可能是这样，就板着脸，然后说哦，你说你是失主，好来钞票编号，你这样人家就延上了，你知道？态度跟那个沟通，你有把话讲清楚，前因后果解释清楚，我相信没有人不接受的。他们还会这个网红还会后来还发文说，哦，股3分局好厉害哦，我去领钱，然后他们啊，哇，居然还有这种考量哦，现在的警察真的是很厉害哦，啊，这件事情又变成一桩美事了，对不对？啊，如果你沟通的不好，就会变成这样，板着脸孔说，来钞票流水编号，啊，你不是说是你的吗？你怎么提供不出来？就是我们印象中公务人员办事的态度，我靠啊，当然会被延上啊，哦，所以透过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来看那个方方面面哦，就是把话讲清楚哦，我都不跟你们吹什么玄的哦，什么形而上的，什么沟通的艺术，什么傻小，你把话讲清楚，前因后果，把话讲清楚哦，让人家知道考量，降低两边资讯的落差，这样就好了。哦，这样就好了，对，就可以消灭掉非常多的误会哦，也不用自己那边内心戏哦，他们觉得受委屈，回去网络上发文公审人家，不用现场把话讲清楚就好。我也犯过很多这样子的错，我以为他呛我，然后我压开我对付他，然后没啦，我喜欢很多这种事情哦，对，那把话讲清楚就好。那很容易发生的情况在什么？在专业对不专业的这种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今天呢，警察他是专业的一方，因为他知道哦，原来后续还会有诈骗集团出来告人家侵占，他知道这个资讯，请问这个3菱他知道吗？他知道他就是诈骗集团的哦，他不知道啊，哦，所以这资讯并不对称。那警察同仁他没有去做降低落差这件事情，那就会被人家误解这个什么你在刁难我哦，我背后有千万网友，那你死定了哦，那股3分局是吧？我记住你了，那就派出所哦。我相信这个所里对那个承办员警也不会有好脸，你怎么处理的？妈的，他妈全国都有我们的新闻，那股3分局我们想要归起来等退休，现在被你那样哦，对，所以降低资讯落差非常容易发生。聪明人哦，就是要有办法聪明到我们能够知道对方大概在不解什么哦，在遇到什么问题。像我最近去买材料哦，一些装修用的材料，我就不是专业的嘛，我真的不是专业的哦。然后有一些五金行老板或是建材行老板，他们话很少啊，他们做一辈子这个东西，谁是专家？他是专家，我不是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态度很差哦。就说你要说啊，哦，这边这线打那改设鬼哦，干全部我都听不懂，不是我台语我听不懂，是他也求楼一样面，那不讲清楚。可是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超简单哦。刚开始问几下之后，我想说，我靠，这个五金行老板是怎样？是不缺客人吗？哦，那后来我真的是有被呛到哦。那后来我想想，不对，应该是他专业，然后他不知道我不专业哦。然后我又去找一家是年轻人的，也在我们这里而已，年轻人就年轻人了年龄有2代吧，去接那个五金行。我一开始进去年轻人也比较好沟通，各之间比较好沟通我就跟他讲，我要自己改自己的房子啊，我是专业的啊，我也想要做什么啊，你要教我，我讲很直接你要说我没礼貌也没礼貌，然后他反而就这样好来，我跟你讲，你要来卖我一个东西，然后他教我怎么用，反正我看他还蛮闲的，然后卖我一个教我怎么用，你好好讲就 OK 然后我说，可是我看网络上都推什么，这种东西对专业的人来说是个挑战
那个脾气比较不好的给他开，他说哦，我跟你讲哦，他这个怎样，他是什么，跟你现在要做哪边不一样，会解释清楚，哦，我们就会觉得他好沟通，很专业，就这样哦，就这样。所以啊，回到你的本业哦，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本业嘛，你在上班哈，你在上班的那一行，你就是比人家更懂一点，哦，一样把话讲清楚。来找你的人都不是专家，你才是你这一行的专家。你把话讲清楚哦，因为我们要这样讲，不然的话会有什么？然后我们把它解释清楚以后，哦，人家就懂了，懂了以后配合起来就容易很多，非常非常多。比方说我要讲的，比方说财务部跟会计常常一口专业术语，然后死板板的，对不对？然后我们那种业务部、行销部都觉得他们很讨厌。哦，这干嘛要这样？做人有必要这样吗？哦，大家同事啊，那好来好去不就好了吗？你那边刁我，财务有财务的坚持，我也是后来去吵架，我才知道哦，你们考量是你要讲啊，你讲，你跟我们讲这个考量，我们就会配合了嘛。我们不是说让熬你加班或者什么哦，这就没沟通清楚。可是财务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都不知道我的累，我的辛苦，在那边委屈了。哦，那个。行销部、业务部的同仁都觉得说现在是怎样我们是赚钱单位他们是花钱单位，花我们赚回来的钱，然后还要这样子来刁难我们是怎样？哦，对，然后就吵架，话要讲清楚，然后不要预设一个东西叫做他不懂啦，他不会了解的啦，你错了，你都没有跟人家开口去沟通。你怎么能够断言说他听不懂，他不会采用，什么，他就不知道嘛？你就好好跟他讲嘛。除非你们两个本来看就很不对盘哦，那就有问题。还是回到把话讲清楚这件事情，降低资讯落差，把话讲清楚。你看今天这个网红被钞票这件事情是不是没事了？好，你看行销部、业务部、财务部、会计们是不是没事了？阿弟也一样阿弟更难沟通，阿弟他们就觉得。自己比较聪明，然后就觉得其他人都笨蛋，这样有这种傲气啦不然怎么会去当阿弟？那就不好沟通同样的，我们要降低资讯落差我们当然也会他们不会的东西啊，对吧？我们能搞定客户，他行吗？他连他的扣都搞不定了那好好降低资讯落差，其实都可以合作的，都很好合作的，不是说谁要挺谁，是大家把话讲清楚，降低资讯落差就好了。对，把话讲清楚，你的专业上你也是把话讲清楚，然后用在你真的你看完这一集，你明天上班你就可以用了去把话讲清楚。对于其他部门来找你的，你把他问清楚说是谁的需求，他是想要怎么样那我会提供我的考量是什么？你讲到乐的不要紧因为你只要讲一次，这个人回去会帮你宣传。我刚去那个财务部。财务部那个 Jack 很不错呢，他们讲我们以前都没想到他会帮你哄上那以后来找你的人就具体很多辛苦只要辛苦这一次就好了，把话讲清楚。我跟你说，这真的能够解掉50%以上职场中的委屈，真的是把话讲清楚。尤其是怕老板、怕主管这件事情，主管一声指令就下来，他管你的，他不是说他管你的，他不知道你有什么困难你也不讲你那边委屈，那边加班，把话讲清楚。我以前就是这样我很习惯把话讲清楚，解释得清楚。像那个新人来问我问题，我都问说你现在很急吗？你如果不急的话来那个我好好跟你讲然后我们椅子拉开坐下来，然后我们讲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客户他在问这个，他代表是什么？我以前遇过什么案子是什么？然后讲一堆，然后他们就我说你听懂了吗？你听懂好，换你讲一次给我听，干全部都傻眼因为我在讲他们的神游嘛那一次两次以后，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是他在讲的时候要那个要认真听，因为他会反问就这样。我累都累这一次而已然后这个新人以后，当然那时候我是做主管嘛，说我可以这样，你不能叫你的主管说来你讲一次给我听干，那后面被洗脸把话讲清楚解释清楚以后，他回去会帮你教他的部门同仁你会轻松很多，真的这就是这样。除非你要长功夫你就是不想让新人成长那就另当别论。对，那我这都没有差，他们越强我越轻松啦，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都好好讲好好解题，去解，把话讲清楚。我跟你讲，把话讲清楚需要练习，他们连问问题都问不清楚都要我去慢慢挖。你确定客户这样跟你讲？我不是指意你，我是说
他的这个立场，他用这什么讲这个东西很不合理，然后问他没关系，我直接帮你打电话，然后呢我都把事情弄清楚讲清楚客户那边也讲清楚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事情，真的是这样，把话讲清楚。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个备钞票编号，把话讲清楚，你明天的那个上班你就可以用看了。再有其他部门的人来问你，来赖上问你，你把话讲清楚，你试试看一开始会多花一点时间很快2个礼拜之内你会越来越轻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回去会帮你教育其他部门就是无聊了闲聊。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的反射就是又是一个话不讲清楚的站在专业的高地往下俯瞰人家然后自然会被人家误会，就是这样。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或是出租找租客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有钱。然后再来是还是分享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一个 PTT 的 po 文，我觉得超经典。他在八卦版问他写问卦为何年轻人都敢直接裸辞然后内文就是这样嘛前到职不久的新人昨天直接跟主管说不干了，然后说做得不开心然后问他有没有找到下份工作，他也说没有，就单纯不想做，然后转头直接离开然后那个乡民就要问说现在年轻人是都没有经济压力是不是今天跟他聊天家境一般般裸辞是什么你知道吗？裸辞就是说你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你就辞职，你会有一个求职的空窗期然后你才去下一份工作，就这样。一般来说我们会搞个东西叫无缝，无缝就是说既然要决定要辞职了我就一边开始就面试其他间弄，等到确定都拿到 offer 以后开始请特休把剩下的特休结清掉放假出国或干嘛请特休之后特休休完刚好来新公司报到，这样无缝通常是这样对不对？
裸辞就是下一家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就把它辞职，就把它辞掉哦，然后才开始慢慢先休息一下哦，然后2个月过去了开始找工作哦。裸辞这件事情当然对 HR 来说是很不 OK 的事情，因为你会有履历上的空窗期嘛。那个 HR 基本功就是对过你所有的时序，看对不对得起来哦，就是这样。裸辞年轻人敢裸辞，裸辞是一回事，年轻人是另一回事哦。年轻人敢裸辞，这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我现在怎么看这个新闻？我不会评价那个年轻人做得好或是做得不好哦，因为我们后来也发现很多年轻人真的都在裸辞哦。我们也没有那么邪恶，你要现在开始请个假去面试，你在公司里你注意一下，你看一下谁哦，那个星期五下午请假哦，常常在星期五下午请假，应该都是去面试的，真的我们以前负责要招新人的时候，他们都主动跟我们讲说星期五下午可不可以，他可以请假哦，就这样。所以有谁啊，常常星期五下午请假他去面试了哦，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有了现在的训练，我们怎么判断这件事情？我们怎么看这个年轻人裸辞？我会说不太好，应该先把贷款办出来再说。即使是信贷，你要先办出来哦，办出来以后才把工作辞掉。为什么？因为你一裸辞，你没有收入来源，你那时候任何贷款你都办不下来哦，真的是这样。所以除非你爸很有钱啊，做你的保人啊，然后什么抵押品，然后房子土地都拿出来哦，除非是这样啦哦，不然的话，建议你要换工作，就是先把信贷办出来再说。信贷是信用贷款，对，我现在在讲信用贷款了。我这么稳健的人哦，我只做房贷，我现在跟你讲信贷哦，这是因为裸辞这件事情哦，我个人认为财务上很不 OK， 所以啊，你如果真的要被 fire 掉了啊，这个自己都会有预感的啦。哦，那或是你准备要跳槽换工作，先把那个信贷办出来。信贷可以这样哦，就我以前操作过哦，我就办了一笔信贷出来。我不是说我换工作，而是我想说我没办过信贷，我要练习看看。然后刚好有同学我在玉山，然后就给他做，缺业绩啊，帮你用信贷。我说我不用这样啊，不管了，你帮我弄好，我就把它弄好。然后我也借的不多哦，我借了好像150万哦，额度什么了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在上班，然后150万，然后好了都出来了哦，之后他就主动命我说你现在可以还了，我说傻小，你叫我办，然后叫我还，他说对啊，他说不是有闭手机，就说我没帮你弄那个啦哦，所以这个钱出来哦，然后大概他说叫我马上还，我也想说就算了，我就让他放着。然后我缴了好像3-4个月的利息，我觉得怪怪的哦。然后我立刻把整笔，我其实根本没花，还要花到我自己的利息哦。那我整笔要把它塞回去，就这样哦。信贷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哦，他当然会绑什么3-5-7年啊，然后闭锁期啊，但是你就看你怎么沟通。你在离开一份工作之前，你先把信贷办下来，然后不是说要你乱花钱，而是说因为你是接下来会有空窗期哦，那你有空窗期的话就不方便了。所以你先把钱都贷出来，好，贷出来之后你要裸辞你就辞吧，至少这笔贷款它能够支撑得了你半年哦，你不要拿去乱花、乱玩乐、乱消费的话，支撑你半年没有工作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情况，这样你才不会紧张，你知道，这样你才不会说怎么办，房租房贷怎么办，还有个烂工作，那只好忍气吞声就去做了哦，那你有这一笔钱可以支撑，那你就用，所以我会说没有什么不对哦，年轻人要裸辞就裸辞啊！现在真的是很难去禁锢这个年轻人高贵的灵魂。年轻人，我妈的不知道想什么。好这不管，时代就是这样。我老一辈的主管们，他们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哦。那同理啦，现在我的报应来了哦，只是这样我都建议他说，那你要不要先把那个贷款办一办？真的哦，有同仁来问我说，他可能只做到这个月底，因为他觉得压力很大或者什么私下找我，我说好收到，那你要不要先去银行把那个贷款办一办？你要干嘛？不是我要干嘛，是你下一份工作还没找好啊，是我在帮你想办法嘞。你不是台北租房子，你不是要钱吗？对啊，你这样就突然没有收入，你这样你会紧张啊，你这样不好啦。你趁你现在还有那个公司还有流水的时候，你去那个啦，把贷款办一办。他以为我要拐他的钱，不是这样的我说那你现在收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可能先到朋友那里去帮忙嘛。你朋友做什么？他在夜市卖手机壳啊。好啦，你爽你就去吧。我就跟他们教育说，我也是把话讲清楚。我说，
那个银行贷款的东西你们很年轻，你们可能不懂。你现在是很好贷款的状态利率高就高没关系，因为你现在只是怕日后有个闪失，所以你先把钱等于是拐出来在你条件还不错的时候，你拐出来放在身上当护身符。一旦你确定2-3个月之内你找到一个新的工作入职了以后，立刻把它还掉，这样子你不用紧张，你遇到一个好的机会，你才能够有那个等待的资格，而不是说为了那个下个月马上就要缴房租，结果你心仪的公司他跟你说要走2面要走3面那个都要等你等不了，你只能选一个阿萨布鲁为了钱你就要先进去，你要给你自己有一点筹码我也是把话讲清楚，就跟他们讲小以大概说还有这样，那你有认识的吗？贷款，我说这种东西我不能推荐你贷款专员什么的，我们楼下就是银行，你直接真的你就是楼下抽号码牌说你要办信贷然后留资料，会有人联系你后续也没有人来找我说我也不想知道你后面怎么弄的那我只是告诉你说你现在要辞职你又是北漂你又是南部上来这里上班的，所以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选择你没贷过款，你不知道，那你去试试看贷出来钱不要乱花，这个是保障你不会突然就必须要回南部区了。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听得懂的。为什么我叫他们你要辞职，那你不要先贷款都是这样，把话讲清楚，不然你看这传出去会怎样？我就跟他讲辞职，就他叫我去贷款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把话讲清楚，他们就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子操作。现在年轻的很多不晓得啦你不要讲年轻的，很多那个已经上班了都结婚了，他也不太会操作这些东西。我们刚好有这边的经验，我们就把话讲清楚，就跟他讲嘛。那以像这一篇八卦版的问法就底下的乡民都在说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很有钱现在爸妈都留房子给他，什么什么有梅子在我看起来我看到的是，如果要辞职，先把贷款办出来然后要辞就辞，否则最好应该是要走无缝，对你也不会浪费掉以前旧公司的特休或者什么有没的。跟你分享说不定你现在就正在面临这个，你要不要辞职算？这个工作干得很没前景这个主管不行，不能带我飞，这个公司不行，不能 carry 我我那边做的是小螺丝钉变成大螺丝钉有点生锈这样，你想要离开 OK， 你先把那个贷款办下来不是让你拿去乱花了，是保护你，能够给你安安稳稳的半年到1年去物色新的好的工作是这样。即使你们后来发现到社会上发现其实我自己蛮废的然后外面都被人家砍价钱，好，我去报职训班，你有钱可以报自测会一堂前端什么的，慢慢报下来不是12万吗？对啊，那你没有去把那个贷款搞出来你就用你自己的存款突然减12万，现在年轻人有几个存到12万以上存200多万那边很难所以把贷款搞出来那你要辞职再辞职，这样对你来说会比较好。即使你无缝，如果你确定你无缝，你就不用去贷了我要表达的是这个事情那最后一样讲一下，我又去乱吃东西了。高雄我跟你讲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方便嘛，所以我也是常吃便当常常吃便当。然后我们美术馆这边有一个便当在青海路上我等一下会直接拍给你看，所以就没差，讲他店名没差，就便当就像池上便当、木盒便当那个它叫什么米宝吧，写个那个简体字蛮大一间的，不过动作有够慢。奇怪，你店那么大间，为什么出餐那么慢？这不是重点，就是因为方便，我常常去买。我已经吃过好多次什么东西，双蛋黄，好啦，我有留照片来，你看，我打开我也是很惊喜，这怪怪的这怎么2颗蛋黄的样子对不对？圆圆的，蛮可爱的旁边是香肠就这样。然后我最近又去买我这是帮家人一起买来一打开都是双蛋黄什么东西啊？对啊，都是呢，这么胡乱就这样鸡腿便当跟排骨便当都是双蛋黄。你看这第2张，这个第1张照片旁边香肠那个是我之前吃的，我自己吃的，这是我帮家人买，怎么一打开长这样？3颗呢，3颗对半切，结果这3颗都是双蛋黄，这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个蛋黄怎么样？至少有2颗是双蛋黄了，对不对？因为1颗蛋黄你搞不出3个半颗嘛，至少2颗了，或是3颗。这在这便当店吃双蛋黄的几率好高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止这几次呢，我还有
没拍照片的呢，哦，就双蛋黄，我不太懂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那个养殖业养鸡是可以透过什么饲料还是什么养鸡的方式可以控制双蛋黄是吗？我不太懂如果有懂的乡民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啊，不然怎么几率那么高？第一次我自己买一个有双蛋黄，这个我蛮开心的啊，之后再买3个便当，3个都是双蛋，什么东西啊？对啊，我看我都毛毛的。现在是怎样？现在养殖业已经这么厉害了还是说这个我的推测，就双蛋黄它还是一个低几率的事件。可是啊，一旦一只母鸡在生蛋的时候，如果有出现双蛋黄，则很容易这一整批它生的蛋都是双蛋黄，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所以一次出来是一批的，不然你要怎么解释？那双蛋黄哪有那么好买啊？我都去这家便当店我就吃得到，所以在美术馆庆来路，你去找啊，对啊，双蛋黄，如果你想要吃吃看双蛋黄，你去买买看我也不是每次买每次有，只是几率好高我来高雄以后，我吃到双蛋黄都是在他们家怪怪的，我不晓得，可能养殖业正在进步吧。现在能够控制双蛋黄说不定改天我们就可以吃到3蛋黄4蛋黄的蛋你想要几颗都有几颗，我不知道试试看，蛮触鼻的。你说吃起来怎么样？不怎么样，我怎么觉得蛋黄还比较小一点？不懂反正就这样。那间便当店好，我为什么要特别拍这个双蛋黄？不是说给你看双蛋黄而已，而是他们搞了一个活动，超奇怪超奇葩，我想都想不到便当店可以这样他们请了什么澳洲猛男，这便当店呢，澳洲猛男消防队员什么的，你自己看。好啦，买回来啦，这个猛男便当，他妈的看了都不想吃，看起来好恶心。我来看看里面的菜色。好，菜色是都一样，只是说这个，然后他们在万圣节还会出现在便当店，我实在是不懂那个便当店跟这个什么猛男消防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个到时候我有空我再去好了。那怎么有狗有无尾熊？那它是救动物还是救人？便当弄成这样，好了。对啊，很夸张什么东西啊？这个猛男便当我看到那个盖子我就不想吃，好恶心可能有些女生去看很兴奋吧，胸肌这腹肌我们男人我们看到干这什么东西好恶心那个里面的卤蛋说不定跟它的蛋一样大，好恶心还有香肠怎么都齐全了，那莫名其妙好就这样。蛮屌的呢，对不对？什么消防队可以公益还有这种的然后也不是什么厉害的餐厅餐酒馆，就便当店这真的是便当店，我会拍给你看啊，真的是下班买便当或是附近工地的工人包便当的地方这样还神奇，就这样。好啦，那今天的这个周日闲聊我们就聊到这边今天我讲的 AI 跟机器人对房地产的影响那我讲的把话讲清楚捡到钱记得要报那个钞票编号然后还有年轻人为什么敢裸辞还有最后的猛男便当那很容易吃到双蛋黄现在还有这个猛男可以看莫名其妙不过有一点不错啦，他们也因为这个活动它涨价或是什么呢客人变多要等得更久这样双蛋黄说不定改天你去吃你也吃得到蛮特别的啦。好，那就这样，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